美国海军最近运气着实有点背。11月29日上午，美国海军第3舰队的林肯号航母突发火灾，造成9名船员受伤。就在同一天，阿里伯克级驱逐舰莫姆森号和哈伯斯费里级船坞登陆舰在圣迭戈湾航行时又险些相撞。这2起事故还没有调查明白。12月1日，海军陆战队的一架 F-358也出事了。该架战机在美国驻日本加手纳空军基地内被拖拽时，前起落架突然折断，导致机头重重砸向地面。作为全球实力第一的美国海军，为何会在短短不到1周的时间内接连发生3起不小的事故？11月30日，据 CNN 报道，美国海军官方发布消息表示，美国海军核动力航母林肯号在加州海岸附近训练时突发火灾，船员在经过艰苦奋战后成功扑灭了大火。该事故导致9名水兵受伤，其中大部分是脱水造成的。到现在为止，这些官兵已经全部出院，身体恢复正常状态。林肯号航母是美国在80年代建造的尼米兹级航空母舰的5号舰，一直隶属于美国第3舰队管辖，是美国目前战斗力最强大的核动力航母。该舰也是美国所有航母中第一艘搭载并部署 F-35C 战机的航母。林肯号部署于西太平洋的主要任务就是接替卡尔文森号航母，而卡尔文森号在今年1月份遭遇了 F-35C 战机坠海事件。当时美国海军第147中队的一架 F-35C 在降落时操作不当，直接坠海。当时有分析认为，卡尔文森号出事故的原因就是超期执行任务。事故发生时，该航母已经超过6个月没有返港休整，舰上的人员又要保持高强度的战机出勤和岗位警戒，最终引发坠机的重大事故，导致卡尔文森号不得不提前终止演训，北上撤离南海。而由此，美国海军才肯派出林肯号前来接替卡尔文森号。但令人意外的是，林肯号航母似乎并没有吸取前车之鉴，同样发生了不小的事故。而这次火灾发生的原因，恐怕依旧是超期执行任务带来的后果。一般而言，美国航母的部署周期可以分为3个阶段，首先是训练阶段，其次是海外部署阶段，最后则是维护阶段。前2个阶段的时间是3个月，维护阶段的时间会持续6个月，一个周期循环下来12个月，正好1年的时间。并且按照美国海军的操作标准，每隔3年航母就要进行一次长期检修。但现在情况却不一样了。当下由于疫情的持续影响，外加福特号航母还未形成战斗力，美国海军不得不延长林肯号的海外部署时间。在2019年4月份，林肯号就被部署到波斯湾地区，一直到2020年1月份才返回圣迭戈母港。而这长达295天的部署时间，直接打破了美国海军自越南战争结束以来最长纪录。这也导致林肯号返回圣迭戈时，舰上机械设备基本上都有或多或少的故障，并且就在返港后不久，美国国内又爆发疫情。林肯号的遭遇简直与美国末日孤舰中的内森号一模一样。今年1月份，林肯号重新披挂上阵，其任务就是前面提到的接替卡尔文森号，而这任务一干就干到了8月份。按理说，执行了长达7个月的海外部署任务后，在港维护时间最低也要6个月，但林肯号仅经过了4个多月的维护之后又出海了。因此，林肯号此次突发火灾和其在维护不足的情况下提前出港有很大的关系。林肯号本身经历了超长的海上部署时间，加上维护的不彻底，必然会带来安全隐患和设备故障。同时，船员的疲劳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例如，在此次火灾发生前，10月份，林肯号就发生了饮用水安全问题。美国海军对饮用水水箱进行检验，在水箱中发现了大肠杆菌，为此林肯号只能为船员们提供瓶装水，直到返回圣迭戈港后，通过室内供水系统重新取水后才恢复正常。这就是舰上后勤人员超时执行任务引发的疏忽，并且此次火灾还有种猜测是人为因素。林肯号是美国海军中第一艘由女性担任舰长的航母，此事不仅在美国国内饱受争议，并且在美国海军内部和林肯号舰内都有广泛的不满。有官兵认为，林肯号女舰长艾米·鲍恩·施密特上校不具备完全的资历和能力，没有资格被任命为航母舰长。原因在于，美国航母的舰长都需要拥有固定翼舰载机飞行员的资历，但鲍恩·施密特出身于舰载直升机飞行员，未曾驾驶过固定翼舰载机。外界盛传，他之所以能当上航母舰长，是拜登政府暗中干下的结果，即民主党为宣传自己支持男女平等的一种表现，是典型的政治正确凌驾一切。因此，有媒体做出猜测，此次火灾可能是舰内某个激进派舰员为表达不满而人为引发。美国海军目前还未公布此次火灾的具体原因。不论最终调查结果如何，所幸此次失火造成的损失并不大，林肯号航母并没有因此取消任务返回港口。
可是这样的事故对于五角大楼而言仍然不是一个好消息，毕竟2年前好人理查德号2栖攻击舰失火的惨状还历历在目。好人理查德号是黄蜂级2栖攻击舰，也是美国海军远征第3战斗群的首舰，是美国为数不多的10艘大甲板2栖攻击舰之一，排水量高达4.5万吨。其主要任务是提直升机、登陆艇等两栖力量投射，部署海军陆战队执行远程任务，在必要时还可以改装为一艘轻型航母。但就是这样一艘美国海军战略级别的资产，在2020年7月12日发生爆炸并燃起大火。起火时，好人理查德号正在美国圣地亚哥海军基地接受例行维修。据事后美军的调查报告显示，起火时舰上主要的泡沫灭火系统并没有发挥作用，而且舰员们在危险关头也不知道如何使用这些设备。报告还披露，好人理查德号的维护报告是伪造的。全舰216个消防站中有187个处于失效状态，这导致了大火整整烧了4天才被扑灭。而据美国的评估结果显示，该舰主体结构遭遇到不可修复的损伤，修复费用高达30亿美金，比新造一艘都贵。最终，好人理查德号惨遭提前退役。数亿美元打造的大型舰艇就这么打了水漂，因此林肯号此次失火不由得让五角大楼心头一紧。虽然林肯号上的舰内消防系统工作正常，从探明着火点到系统自动喷淋仅用了几秒钟，外加上舰员的及时灭火，才未让火势发展到无法控制。但如果将来美国海军再有舰艇发生意外火灾，谁都不敢确保舰上的水兵还能第一时间发现火情。外加林肯号一直在超时执行任务，设备故障率和人员心理都存在隐患。如果此次林肯号上的水兵没有及时发现灾情，那么林肯号大概率也要步好人理查德号的后尘了。而就在林肯号发生火灾的同一天，美国海军的2艘军舰在圣迭戈海域又险些相撞。这2艘军舰分别是美国海军莫姆森号驱逐舰和哈伯斯费里级船坞登陆舰。当时2舰几乎是互不避让，正面迎头相向而行，直到最后一刻才惊险的转弯。理论上而言，这2艘军舰都没有违反航行规则。相对而言，阿利伯克级驱逐舰更为灵活，而哈伯斯费里级船坞登陆舰更为迟缓，所以应该是莫姆森号提前转向。但不知为何，双方都没有就方向和避让问题提前沟通，这似乎是美国军舰的通病。在军舰险些相撞之前，双方才有短暂的交流，疑似是沟通有误才导致的这般惊险场面。还好2舰最终擦身而过，这也让火力军想起了2017年美国海军的军舰碰撞事故。2017年8月21日，隶属于美国海军第7舰队第15驱逐舰中队的麦凯恩号驱逐舰在新加坡东部海域与一艘货船相撞，事故造成10名舰员丧生，48名舰员受伤。而就在2个月前，同属这个中队的菲兹杰拉德号驱逐舰也发生了撞船事件，虽然未造成人员伤亡，但船损更为严重。这2艘军舰同属于美国海军最先进的阿利伯克级驱逐舰，因此这接连发生的事故使得美国海军颜面扫地，直接将第7舰队司令海军中将约瑟夫·奥库安解除职务。而在12月1日，海军陆战队的一架 F-35B 也出事了。该架战机在美国驻日本加首纳空军基地内被拖拽时，前起落架突然折断，导致机头重重砸向地面。这架 F-35B 隶属于美国海军陆战队第1航空联队第121战斗攻击中队，驻地为日本本州岛山口县的岩国基地。部署于的黎波里号2栖突击舰。据日本放送协会报道，这架 F-35B 战机起初疑似因电力问题采用预防性姿态迫降，随后在跑道上被牵引时发生事故。事故原因疑似为战机前轮故障导致机鼻与地面碰撞，这已经不是 F-35第一次出现脸刹的情况了。2018年8月22日，一架 F-35A 在佛罗里达艾格林空军基地降落时，同样是前起落架突然折断，蹭坏了机鼻下方昂贵的 EOTS 光电跟踪系统。为此，美国军方专门加强 F-35全系列起落架上脆弱的部分，而且还专门改了一架退役的 F-35原型机，交给驻扎在希尔空军基地的第388维修大队，用于飞机毁坏或残废飞机恢复培训，其中就有前起落架折断、机头着力的预防和修复。花了如此大的成本和精力，没想到还是有一架 F-35B 发生了同样的事故。如果说前面军舰的起火和相撞是由于超时执行任务导致的设备故障和人员疲劳，那么 F-35B 的脸刹大概率是设计缺陷了。如果不进一步完善设计，同样的事故一定还会继续发生。好了，这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美军过度的超时执行任务是否会影响到其战斗力？欢迎将看法发表在评论区。我是火力军，我们下期再见。